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若能取其内丹助我练功，从此以后，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方才那黑气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，玄妖两界3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者众，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新山林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两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，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。很好，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。尊者，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新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喝一点。但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
他只好去信秦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3人之力，封印符印。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秦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，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符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秦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斋星辰里面。我猜，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师祖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符印石海入口的那一年吗？15年前，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石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符印彻底翻脸。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新修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符印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，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符印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瑶2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。
大难将至，而且你的护心灵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你也要好好调息。李飞长老，李飞长老！你笑什么？看你抱成这样，挺好笑的。其实啊，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。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的。怎么样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唉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。白小生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等你们分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？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，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。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，就会简单许多。你一个人去吗2个？2个？一个我自己，一个我心里的你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溜得真快。耀辉，天耀，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真好看，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。
今天教我的是什么心诀？这么厉害？玲珑心诀。如今护心灵已重回你体内，你自然最适合修行龙的功法。那幽冥赋，莫要再练了。那幽冥赋练着疼，没有你的功法顺手。哎，我现在在修龙的功法，那是不是也算你的传人？那赤焰龙牙会听我使唤吗？那试试。试试。他要是打我，你得抓住了啊！放心，他不会打你的。剑刃如雪，剑势如风，这当真是一把好剑呐！你要是用着顺手，拿着用便是。我就是图个新鲜，还是你用着好。我呢，路边的树枝、河边的石头都能捡来当武器。这怎么回事？兴许是你把他比作了石头和树枝，他不开心了。他怎么这么小气？哦，对了，幻命咒还在我体内吗？白晓生那一剑击时，幻命咒尚未被完全触发，应该还在你的识海中。我要解除幻命咒。为何？我虽贪生怕死，但我也不愿他人为了我的生死承担责任。更何况，我还喜欢你。幻命咒一旦被种下，便再无解法。你若是忧心我，好好保护自己便是。可我是人，终究是血肉之躯，寿命也有限。你把命放我这儿，不就白白浪费了？莫要小看自己了，去你的识海看看。这是我的识海。我这怎么也算得上是玄门7星弟子的级别了吧？护心灵之力理当如此。你若稍加修炼，抵玄门宗师之境，也并非难事。护心灵不过鳞甲一片，为何如此厉害？护心灵不仅是我的一片鳞甲，它还是我的内丹。你的内丹？你的内丹怎么会在外面啊？当年苏颖意图取我护心灵之时，还有一位神秘人。妖龙已重伤，快后林取丹！我虽未能看清他的容貌，但我却知他是为了取我内丹而来。为了不让他和素影达成目的，我将丹灵合一，击飞出去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两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反而会反目成仇。妙啊！等等，所以你的内丹在我体内，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幻命咒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？内丹修行1000年，还会有的。1000年呢？
不一定再能遇到你。那我岂不是要更加起早贪黑、勤学苦练，才能担起我身上的这2条命啊？那有劳你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我的识海本可以如此广阔，那之前在我体内封印护心灵的玄门宗师，到底是谁？或许是你的师傅，凌霄真人。我之前也想过可能是他，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或许是他担心你太年幼，未免你遭人觊觎，才隐藏你护心灵的力量。没想到你还会帮他说话。那日在龙谷寻不到你，他与我一样担心。燕回呢？你知道他出事了？难道护心灵的封印？你偷了他的灵？若真如此，那他赶我下山，莫不是另有隐情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那日之后，再未听闻他的消息。国主，昨日我离开银月崖，在黑河园外收到一些花报消息，但是贤哥，先别作乱阵脚。好，大国主，贤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贤哥，我有一事想问你。燕回，你说，您可知凌霄之人的下落？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，是在迷雾森林附近。迷雾森林？对，那是很久以前了，可否让凤千硕再用话尾打听一下？我正欲跟国主禀报此事，千硕已经很久没有回我消息了，怕是被长兰发现了。那不得赶紧回去？确实不宜再等。对，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好，天耀，感觉到了吗？青丘的空气里，不知为何有些许黑气。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这里有花报记号。国主，我先行查探一番，若有消息，再用九瑶琴弦联系你们。一切小心行事。走了。严先生，严先生，他们可能是长兰瞳术所造，千万不可信呐！是我呀，燕回。黄小燕，你看，幻族印记。小燕，幻族印记，真的是你！严先生，是我们。对，严先生，我是陈烨。阿爹，阿爹，你没事太好了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楚离，是余年未见，现在长这么大了。天佑青丘，老臣言不惑，恭迎大国主。严先生，不必多礼。老臣有罪啊！老夫识人不清，为长兰所利用，助纣为虐，还诬陷了龙主和燕姑娘，差点儿酿成大错。不求二位宽恕老夫，只求龙主怜悯青丘子民无辜，不要怪罪。不必如此，不是你的错。是啊是啊，不怪你。要说过错，这一切都是长兰的过错。对，把他放出地牢，果然不该，不该呀！这，你们青丘的规矩，从根上就错了。对，这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青丘的错。你这个戒指，你是新任的幻皇？我叫幻小烟，青丘长兰是我的灭族仇人，我是来找他报仇的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离开。大家可先随我到我的幻妖戒指里走。
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上次通话过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消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不过花围在混乱中被损坏了，我一时难以联系上你。好，你没事就好。我们已经带大国主回来了，宴会生死之事也已经解决了。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。凌飞已回到玄门，大肆宣扬长兰以议和为名，请暗杀之时，视两派和平为无物。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，都已派弟子前往黑河集结。那正中长兰下怀。待双方大军抵达黑河两畔，炫耀大战，便一触即发。这如此说来，长兰蓄意挑起战争，竟是为了释放这黑气之主啊！那他灭我全族，也是为了帮那个福音？不错，白晓生已经前去切断他们的联系，我们需尽快赶回青丘王宫，阻止长兰。可如今大军已前往黑河。大国主，贤哥，可有凤千说的消息？难得啊，你还关心我的安危啊？玄门情况如何？玄门已联合各门派齐聚黑河。唉，终是难免一战吧。贤哥请命，前往黑河止战。你一人之去，如何抵挡千军万马？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商量出对策。我和千硕会将黑河两畔的干红竹林烧毁，借此来拖延开战时日。去吧。是。这一下我们便有时间杀回王宫了。但现在的青丘子民接种统术，长兰借助福音之力催动此术，时间越久，青丘子民就会越发危险。我来想办法，试着冲破他的统术。一是为了解救青丘的子民，二为了做儿。我会在这里拖延时间，吸引他的注意，以此牵制他。国主，这长兰为了今天此局，定是布局了很多年呐。这么多人被瞳术控制，你若是在这朝夕之间破除，不要再说了，要做的事情还得做。拜托了，大国主。我是青丘的国主，更是长兰的长兄，在情在理，也都应该是我去做。阿爹，我愿在此为阿爹护法。老夫也要在此为国主护法。起身。王宫之中，长兰定不会坐以待毙，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我们需尽快想出办法。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躲回戒指里仔细观察过了，我发现长兰的瞳术与我幻族幻术乃同宗同源。我想，定是他当年夺取了幻族力量，才修的此术。既然是幻族力量，那我这幻王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幻妖戒指，便能治他。只要将这幻族王戒戴在他的手上，我便可以催动幻族力量，将他的瞳术力量尽数剥夺。可是他这么狡猾，怎么会乖乖的任由你们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？要我说，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